整个电路结构严谨，细节讲究，也有不少暗招藏得很深。这到底是一场对性能的极致追求，还是一次成本与规格的精准投放？我们现在就从它的电路底层一步一步挖出来。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，今天咱们要拆的这款电源，它居然是蓝宝石出的，就是那个以前做显卡而出名的蓝宝石。可能很多人不知道，其实它早在10多年前就尝试做过电源，但后来没怎么宣传，也渐渐没人提了。我手上这台1000瓦的白金牌全模组电源，名字里面有这个 Nitro 加 Gaming， 一听就是给高性能平台准备的。那么它到底是专业玩家的旗舰体验，还是老品牌的擦边球蹭热度？今天我们通过开箱、性能解析、实测拆解，再加上电路解析，来一次看清楚蓝宝石这次玩的是认真还是客串。喜欢咱们这种硬核车载视频内容的老铁们，记得一键3连、点赞、关注、投币走起，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更新的动力。我们话不多说，先来开箱。我们先撕开包装盒上的膜，有点反光。整个产品的包装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稳重，有点工程蓝的味道，黑色蓝色配色。偏向硬朗的风格，没有浮夸的电竞元素，比较符合 Nitro 系列一贯的一个风格。盒子里面的内衬非常的扎实啊，好厚啊。电源的使用手册和一个质量保证书，这是电源装在一个无纺布的袋子里面，上面有蓝宝石的 logo。这个是配件袋，同样是无纺布的袋子。这个包装确实做得很到位啊。撕开魔术贴，这个是电源本体。我们看一下配件，这是交流电源线。这个电源一共配了10根线材，24 pin 的主电源线，4+4 pin 的 CPU 线，一共配了2根 ，PCIe 线材一共配了3根，600瓦的线材配了1根，12 pin 的硬盘供电线配了2根。这个配件确实是很有诚意的。主电源线为东莞市昌吉电子出品，这一家公司的话，经常看咱们视频的应该不陌生啊，生产电源线的一个老厂了。内部线芯为3乘1平方。插头上面有3C 认证的标识，电源本体壳体扎实做工，这个板材应该不薄啊。整个电源拿在手上分量十足。顶部面板采用的是蜂窝式的一种通风口，侧面这里也是一种正方形的蜂窝孔。背部全模组的接口排布，每组接口上面都有标识。电源的侧面有 Nitro 的标识，1000X 的标识，这个侧面也是一样的，这个是它的标签信息。整个视觉看上去规整简洁。这个电源线配置它有3种线径啊，硬盘供电线线径都是 1.9， PCIe 线和 CPU 的供电线线径都是 2.1， 主电源线和600瓦的12 pin 电源线线径为 2.7。 后续拆解看一下内部的线芯是不是一样的。电源的宽度150毫米，这边的宽度也是150毫米，整个电源的厚度86毫米。这个电源连模组线一起的重量是2486克，单电源重量1678克，单线材重量807克。这就是这个电源外观的简单介绍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规格信息啊 ，3.3 伏输出20安，5伏输出20安。这2组总功率100瓦，12伏输出83.3安，最高功率999.6瓦，电源的总功率设定在1000瓦。然后这是这个电源的一些认证信息啊 ，3C 认证信息，我把它放在屏幕上，有需要的可以截图一下。然后是80 Plus 白金认证的标识。关于这一个电源的一些特点，我也给大家讲一下啊。这个产品既然是白金牌，最基本的肯定要过80 Plus 认证。代表着它在 20%、50%、100%负载时，转换效率至少要达到92、94和 90%， 相比金牌的标准高了一档啊！省电发热少，这种电源对于高功耗平台是非常友好的。它的单路12伏输出设计，最大电流83.3安，这个电流能力完全能胜任4090加 R9 7950X 这样的高配组合。全模组结构带来了极大的走线自由，利于散热优化与机箱的整洁，提供了2个 CPU 供电4+4 pin 的结构和3组 PCIe 供电接口，包括原生的12 pin 12伏的接口，600瓦的接口啊，直接支持目前新款的大功率的显卡。另外这款电源也是采用了日系电容还有台系电容，电池干扰滤波模块主动式 PFC 和 DC-DC 的架构，可以说在用料方面还是比较到位的，后续拆开看了就知道了。如果你是一个重度游戏玩家，
设计渲染工作者，或者是追求极致静音的稳定用户，这款 Nitro 1000瓦的白金电源绝对是在严选级别里面能够拿得出手的选项吧。当然后面我们就要实测它的效率、文波，还有拆开看看内部的真实用料。关于实测方面，咱们的设备有限，这个 3.3 伏和5伏的20安的这个电流我是可以拉出来的，但是这个12伏 83.3 安我最高就只能拉到30安的电流，所以说咱们测试数据大家参考一下就可以了。有你们一直的对咱们这个频道的支持，我会逐渐的更新我的测试设备。这个 50% 的效率咱们拉不出来啊，我们就直接拉一下它的 20% 的转换效率。现在是110伏的情况，大家看小窗口功率加起来大约就是 199.1 瓦，110伏输出 218.4 瓦，这样折算下来它的转换效率就有 91% 啊，这是 20% 的负载就有这么高，已经是达标的。20% 的效率都已经达标了，更加不用说 50% 和 100% 了啊，并且它的功率因数达到了 0.98， 大家注意到这一点没有？现在是230伏50赫兹的状态，现在是 20% 负载230伏的环境下，大家看小窗口 20% 负载的总功率也是 199.1 瓦，然后230伏输出是 215.5 瓦，这样折算下来它的转换效率达到了 92.4%， 也是符合 BUS+ 白金标准。大家注意到的功率因数没有？230伏条件 20% 负载，功率因数 0.95。我们现在来测试这个电源的文波的情况。3.3 伏和5伏我们就测10安电流就可以了。12伏我们测试2个档位，120瓦和360瓦。大家看小窗口，现在是 3.3 伏10安的状态，我调的是接近1微秒的分辨率，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22.7 毫伏，平均文波 18.1 毫伏。然后咱们把示波器的延时分辨率调到20微秒，这个时候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16.7 毫伏，平均文波 12.5 毫伏，这个文波非常极品啊。现在是5伏10安，大家看示波器1毫秒延时分辨率，最高文波 16.2 毫伏，平均文波 14.2 毫伏。然后咱们再调到20微秒左右的分辨率，最高的时候 13.95 毫伏，也就是14毫伏，平均文波 11.7 毫伏，也是非常极品的文波。大家看小窗口，现在是12伏10安的状况，示波器1毫秒延时分辨率的时候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11毫伏，平均文波 10.1 毫伏。然后咱们把示波器调整到20微秒，这个时候文波最高的时候 5.6 毫伏，平均文波 4.5 毫伏。现在是12伏33的电流，360瓦功率，1毫秒延时分辨率测到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17.8 毫伏，平均文波 16.7 毫伏左右。示波器调整到20微秒分辨率，文波最高的时候8毫伏，平均文波 6.8 毫伏。这个文波真的是非常极品了啊！我们把电流比作水流，文波就好比泥沙，水流里面混入泥沙越多，这个水就越不纯净，就对我们人体是有伤害的，对吧？用在电脑上，对电脑就会有伤害。文波越低，水流越纯净，就无惧对我们设备的伤害。这个比喻大家都能听懂吧？这个电源文波表现非常极品啊！这个12伏的文波几乎就是一条直线。这么极品的文波，它内部的用料怎么样？我们马上就对它进行一个拆解。关于这一根昌奇电子出的这个线，我都拆了好多根了。这家公司生产的线还是很不错的，毕竟是一家老牌的生产电源线的企业。然后这个电源线它有3种线径，用料最粗的就是主电源线，这个线材都是非常柔软的啊，大家应该可以感觉得到吧？主电源线我随便拆一根，里面都是非常粗的镀硒线铜丝，这个线芯的配置算是非常不错的了。CPU 供电线和 PCIe 供电线，它的粗细是一样的，我们随便剪一根，非常亮的一种锃亮的镀硒线铜丝。然后这个是硬盘的供电线，我们随便拆一根，一样的配置的锃亮的镀硒线铜丝。然后我们就是对这个电源本体做一个拆解，卸掉电源上面的螺丝，高端电源都是严丝合缝的扣起来的啊。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个暗扣，这一面也是一样的。抬出它的上盖，这是风扇组件，通过排线连接到主板上面，这个风扇做工也是非常不错的。
黄颜色的地线连接在壳体上面，主板上面还有固定螺丝，我们都要把它卸掉，然后才可以拿出主板。先要卸掉这个模组接口上面的螺丝，直接剪掉插头的连接线，然后就可以拿出这个主板模块。这个模块非常的成熟啊，这是底部绝缘用的一个透明塑料片，拆解电源有风险，请大家不要模仿啊。我们先给这个主电容放一下电，壳体的镀锌板厚度大约是 0.8 毫米，整个电源的做工非常的扎实，映入眼帘就是2个硕大的黑金刚的电容。板子上的这一块主散热片做工也是非常好的，大家看一下，主变压器也是非常的硕大。PFC 电感虽然不是封闭式的，但是这个个头大家看一下， PCB 背面没有任何元器件，所有的元器件都在这一面。这个模组板上面电解电容和固态电容组合在一起的，这上面也没有芯片，芯片全部都在这个主板上面。我们要把这个上面的元器件全部取下来，才可以看到它完整的电路情况。先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完整的电路模块，然后我把它全部拆开，再来给大家介绍内部的电路及元器件使用的情况。这一款蓝宝石1000瓦电源并没有盲目走对调路线，而是选用了一套极具工程逻辑的电路架构，把性能、成本和效率牢牢压在一个平衡点上面。它采用的是标准的2级拓扑的设计，一套完整连续导通模式 PFC 电路，加完整的全桥 LLC 谐振架构，再加同步整流，配合双路 DC-DC 的降压电路共同组成。整个电路结构严谨，细节讲究，也有不少暗招，藏得很深。这到底是一场对性能的极致追求，还是一次成本与规格的精准投放？我们现在就从它的电路底层一步一步挖出来。EMI 电路层层设防，不靠堆料震撼，但每一处用料和布局都展现出工程师对 EMC 的深度理解。交流输入端一颗 1.5 微法310伏耐压的安硅 X2 电容，起到初步的擦膜干扰抑制作用。紧跟其后是深圳良盛电子出品的一颗15安250伏的延时保险丝，这是一颗管状保险丝，用以保护整机电路。常州新晴电子出品的压敏电阻，规格是14511，用于整个电源的过电压保护。供膜滤波部分极具分量，低级供膜电感，磁芯的尺寸和扎数都不是减配。灵活线、引出各有一颗安硅 Y 电容，进行接地，用于抑制供膜干扰。第2级供膜电感体积进一步加大，中间并联一颗 0.22 微法310伏的 X2 电容，再加上一组惠州成功工业出品的 Y 电容，接灵活线对地，使得整组 EMI 体系达到双级供膜加擦膜交叉滤波的效果。这是2颗供膜电感的实际尺寸对比，2颗整流桥安装在散热片上面，整流桥型号 GBU1506L 大电流整流桥，每颗支持15安600伏耐压，并联设计，分担发热，降低阻抗。这种结构常见于高功率平台，属于实用派的设计逻辑。整流桥的末端再并联一颗 0.22 微法450伏薄膜电容，进一步压制整流后段的高频尖峰。整个 EMI 电路的3颗薄膜电容，后面还有2颗谐振电容，也是一样的厂家，咱们没有查到，有知道的朋友评论区留个言，我看一下这个是哪个厂家的产品。整体来看，这组 EMI 电路不是一味的堆料，而是围绕抑制、分流、吸能3线并行，用双级供膜加2层 Y 电容网络构建完整的输入端抗干扰屏障，兼顾安规与系统稳定性。PFC 电路分立式整流加多芯片联动，它决定了后级 LLC 工作的供电基础、功率因素控制质量以及启动稳定性。控制核心采用德国英飞凌出品的 ICE 3PC S02G， 是一颗专为连续导通模式 CCM Boost PFC 架构设计的控制芯片，内部集成电流峰值控制逻辑、电压环路调节器、
和反馈补偿系统，同时具备过压过流及启动软启动保护。这个主控芯片的供电来自于旁边一颗台湾丰彬电子 SY 系列电解电容，规格小但品质稳定，用于芯片启动和偏置功能。小板上面还有2颗功能配套的小芯片，一颗是台湾勤力科技的 SPN5003， 为一颗高压启动控制辅助芯片，用于为 PFC 主控提供启动供电和维持内部电压参考点。另一颗是美台半导体的 AS393M-G1， 这是一颗双通道低功耗比较器，参与 PFC 的电压采样、过压保护、辅助参考调整等逻辑，提升 PFC 工作的稳定性。MOS 管部分选择了3颗上海维安半导体的 WML28N60C4， 属于典型高压型 NMOS， 23安600伏的规格，用3并的方式组成 PFC 主级开关网络，应对高负载环境下的均流需求。背面还有一颗升压电感，采用了定制级的大尺寸封装，绕组厚实，磁芯尺寸巨大，用于储能与蓄流控制。PFC 整流采用2颗深圳梅普森半导体出品的碳化硅肖特级2极管，型号为 MSP06065G1， 每颗额定电压650伏，持续电流60安，支持极低的正向压降和开关损耗，专为高效率 PFC 而生。背面还有一颗，这2颗碳化硅2极管上面各并联了一颗高压磁片电容，作用是缓解反向恢复过程中的尖峰电压，同时吸收高频残波，防止其对下级 ALC 造成干扰。常州新秦电子出品的 NTC 热敏电阻以及深圳原则电子的高功率继电器，构建出开机浪有电流的抑制系统，保障 PFC 高压电容的充电过程不至于击穿或者拉糊。最后整组 PFC 输出电容由2颗日本贵民工 KMR 系列电解构成，规格是390微法，耐压420伏，文波指标与等效串联电阻 ESR 都属高端档位，为后级 ALC 变换提供持续稳定的高压母线供电。全桥 ALC 电路精细谐振，推力十足。这部分是整机的心脏，决定了电源的转换效率和热设计的硬指标。核心控制器是美国德州仪器的经典型号 UCC25600， 这是一颗高度集成的 ALC 谐振控制器，专门针对全桥拓扑设计。它集成了 PWM 产生、软启动、死区时间控制、谐振频率调节和过流保护等多项功能，确保全桥开关管在最佳频率点工作，极大降低开关损耗和电磁干扰。为了保证 UCC25600 及其外围电路供电稳定，电路中使用了麦宁微电子的 SPX5205 线性降压稳压芯片，为其提供稳定的电压，同时配合经典的4路运放芯片德州仪器的 ALM324A 进行电压、电流采样及反馈信号放大，增强系统的动态响应能力。安全监控方面，加入了日本爱普林科半导体的 INES3131-SAG 电路监控 IC， 负责电压、电流异常检测及各种保护逻辑，提升系统安全冗余。谐振部分使用了2颗 0.056 微法、630伏谐振电容，串联一颗560匹法、1250伏耐压的 PPN 薄膜电容。这种电容组合设计可兼顾高性能和高耐压的需求，降低谐振电路中的损耗和谐波。功率开关管采用苏州凯威特半导体的 CS20N50FF， 一共4颗，组成全桥推管，500伏耐压，20安电流规格，兼顾开关速度和导通损耗。谐振电感封闭式设计，与谐振变压器紧密配合。谐振变压器引脚复杂，初级3引脚设计用于多重驱动绕组，次级9个引脚则用于多路输出和隔离驱动。这个谐振变压器同时肩负4颗 ALC 开关管的隔离驱动任务。电源的主变压器初级引脚采用双线并扰的模式，4路加粗的次级绕组，确保主输出的稳定和低阻抗输送，配合高品质的绕线工艺，保证1000瓦大功率下热管理和效率双赢。同步整流及 DC-DC 降压电路，精准驱动，稳健输出。输出端的同步整流部分由2颗思印3002的6角驱动芯片和2颗双极性晶体管配合组成，然后这边还有一组用以驱动6颗西安华谊微电子出品的同步整流 NMOS 开关管，它们的型号都是 HYG020N04。这批 MOS 管的内阻低至 1.9 毫欧，漏级电流达到230安，且分2组布置，优化散热和负载均衡。背面还有2颗
12伏主路滤波方面，配备了8颗470威瓦16伏的固态电容，厂家没有查到。搭配台湾丰滨电子的 KF 系列2200威瓦16伏的电解电容2颗，与丰滨的 PX 系列330威瓦16伏的固态电容也是2颗，总容量是8820威瓦的电容总容量，共同承担12伏主输出的滤波任务，兼顾低 ESR 和大容量，减少纹波噪声。电流采样采用的是一个环形磁环呼感器，置于12伏的主路中，用于精准反馈控制与保护，这是保证电流稳定、避免过流的重要硬件支撑。DC-DC 降压电路的12伏母线的滤波电容，选择了台湾丰滨电子的 GF 系列电解电容，再配合2颗固态，形成混合滤波的一个方案。2路 DC-DC 降压电路分别采用台湾茂达电子的 APW7164 芯片，这是一款高效的降压控制器芯片，配合4颗德国英飞凌 NMOS 管，型号为0906NS， 组成2个半桥拓扑，负责将12伏母线降至所需的次级电压5伏和 3.3 伏。2颗降压电感用于2路 DC-DC 降压电路，2路降压电路的输出滤波均采用台湾丰滨电子的 KF 系列2200威瓦16伏的电解电容，各搭配1颗滤波电感，充分保证输出电压的稳定和平滑。还有就是模组的输出板上面汇聚了28颗丰滨电子 SY 系列的22威瓦16伏的电解电容和6颗 PX 系列330威瓦16伏的固态电容，总容量高达8140威瓦。3路输出总共21360威瓦的总滤波电容容量，造就了这台电源的个位数极频纹波的控制能力。辅助电源部分选用了台湾丰滨电子的 SY 系列电解电容，规格为150威瓦耐压35伏和47威瓦50伏，为辅助控制芯片提供稳定的稳压蓄流滤波支持。辅助电源的控制芯片是台湾西创电子旗下极创科技的 IN2P070C， 专为辅助开关电源设计，兼顾效率与保护。辅助开关管使用的是深圳福斯特半导体的 FIR4N70L， 耐压高，确保辅助电源稳定输出。这个是辅助电源的变压器，外部有黑色的绝缘胶带缠绕进行保护。输出端肖特基整流由重庆平尾实业的 PS10U60S 承担，低正向压降，提升整流效率。配合台湾丰滨电子的 KF 系列2200威瓦16伏电解电容和旁边1颗滤波插膜电感，滤除输出纹波，保障电压稳定。反馈回路采用2颗台湾光宝电子出品的光偶，型号为 817C， 实现辅助与主电路的电气隔离与信号精准传递。惠州成功工业生产的 Y 电容2200匹法，降低共膜干扰，提高系统抗噪能力。电源的风扇控制电路采用台湾丰滨电子的 KF 系列47威瓦50伏的电解电容，搭配1颗电感，为风扇控制芯片稳定供电。控制核心是美国德州仪器经典的 LM324A 4运放芯片，负责信号放大和风扇转速调节。此外，使用安森美半导体的14541B 芯片辅助信号处理，提升风扇响应速度和调节精准度。风扇供电电容采用丰滨电子 SY 系列22威瓦50伏，确保风扇供电平稳，降低电机噪音。风扇本体为台湾新冠电机生产的141425型号，比传统同类产品尺寸更大，风量更足，冷却效率显著提升，充分满足1000瓦高功率电源的散热需求。这款蓝宝石1000瓦电源的电路设计可谓是声音工程的平衡之道，既不盲目堆料，也不一味追求极限性能，而是在性能、成本和可靠性之间找到一个相当不错的折中。首先优势非常明显，它采用了经典的全桥 LRC 拓扑，搭配德州仪器 UCC25600 控制器和高品质的谐振元件，保证了高效率和良好的热表现。 PFC 部分使用英飞凌 ICE3PC S02G 和芬利碳化硅肖特基2极管，提升了功率因数，并有效降低了开关损耗和电磁干扰。同步整流和双路 DC-DC 设计分工明确，滤波配置丰富，输出稳定，适合高性能电脑整机需求。此外，辅助电源及隔离反馈设计细致，保证系统稳定运行与安全防护。风扇控制电路采用成熟的运放和信号处理芯片，搭配大尺寸的风扇，散热能力充沛，提升了整体的可靠性。但是也有一些不足。首先从用料来看，
这些固态电容如果整体全部换上丰滨 PX 系列固态电容，那么这个配置就更加完美了。其次，谐振变压器和隔离驱动整合在一起，设计上增加了制造和调试难度，成本控制虽然到位，但牺牲了一定的工艺简洁性。还有 PFC 电路中继电器配合 NTC 做浪涌抑制，虽然安全，但是在这种功率下，体积和响应速度不及固态或混合型浪涌抑制方案。总体来看，这套电源电路架构稳健，技术路线成熟且合理，是一款兼顾效率与实用性的优质电路架构。测也测了，猜也猜了，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吧。这款蓝宝石1000瓦的电源，整体电路架构扎实，采用了高效的全桥 LLC 谐振设计，配合德国英飞凌的 PFC 控制芯片和梅普森的分立碳化硅肖特基二极管，确保了良好的功率因素和较低的开关损耗。同步整流和双路 DC-DC 降压模块分工明确，滤波配置十分充足，进一步提升输出稳定性和电流响应能力。辅助电源隔离反馈电路设计细致，风扇控制系统采用成熟的晕放和驱动芯片，保证了整体的热管理和系统可靠性。实测数据显示，在约 20% 总负载，也就是200瓦功率的时候，转换效率完全符合 80+ 白金认证标准。由于咱们测试设备有限无法覆盖更高负载的效率表现。咱们这个频道有你们的支持，我会逐步的完善我的测试仪器和设备。此外就是输出文波控制极为出色，个位数毫伏的文波电压在同级产品中属于顶尖水平，这对保护电脑核心硬件、提升系统稳定性极为关键。综合来看这款电源在性能、成本、稳定性之间取得了良好的平衡。对于日常办公、多媒体娱乐及主流游戏电脑，这款电源完全胜任，且具备极高的性价比。哪怕你是追求极限功率输出或专业超频玩家，这款电源也是值得考虑的一款。总体来说，蓝宝石1000瓦电源是一款稳健可靠、适合大多数用户的实用型产品，特别适合对电源文波和高功率稳定性有较高要求的用户。喜欢咱们这种硬核车载视频内容的老铁们，记得一键3连，点赞、关注、投币、手机，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更新的动力。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